你的仇报了。江玉白，你真的去找国粹了？婉儿，你自由了，你要乖乖活下去。江玉白，你醒醒！玉白哥哥，究竟你只是为了让我活着，现在连世上最后一个在乎我的人你。 我没死，这里是海亚酒店，我和博斯订婚的总统套房。姐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秦梦萧，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前世我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，你却如此对待我。婉婉，四哥马上就来了，只要你们今晚生米煮成熟饭，就不用担心他被宋舒曼抢走。生米煮成熟饭。 前世这扇门打开，进来的根本不是博斯，而是个流氓。我好难受，你先出去。婉婉，今天可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既然重生了，绝不能重蹈覆辙。 江玉白，该死的家们，否则一会儿有你好受的！小美人，还在说什么胡话？还是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你是谁？我可是余家大小姐，你敢动我，你就死定了！没关系，能得到你这样的美人，死了也值了。 不能让他得逞，再坚持，江玉白肯定会。去死呀！不愧是大家族的小子，性子就是厉害。不过你越反抗，就越幸福。 抱歉，大小姐，我来晚了。你谁啊？赶快答应好事！我的人鱼，谁给你的轮子？哪只手碰到了？赶快答应好事，去死吧！ 我带你回家。好难受。大小姐闹够了吗？冷静一点。真要命！玉白哥哥，救我，抱抱我！行了，为了一个渣男这样作践自己，值吗？你说的对了，与其作践自己，不如换个男人。江玉白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是不是男人，都对你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兴趣。婉儿，你自由了，你要乖乖活下去。你疼吗？你后背都是伤，流了那么多血，疼不疼啊？没有谁能伤害我，大小姐，那只是一种。
玉白哥哥，别走。你最好是有要紧事。三爷，您在南城当保镖的事快兜不住了，夫人催您赶紧回京履行婚约。找到跟我订娃娃亲的人了？还没有，夫人的意思是先找个人代替一下，不要延误了婚期。让我跟他白套？就是走个过场。没找到那个女人之前，结婚的事免谈；就算找到了，也给我退婚。我还活着，我真的重生了。婉婉，你在哪儿？我们谈谈。婉婉，听说流浪汉闯入你房间了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没用。婉婉也是你的配角。博四、于梦娇，前世你们欠我的103条人命，这一世我要你们用血来偿还。这一切真的像梦一样，前世那个为我死在血泊里的男人，现在就好好的站在我面前。玉白，走吧。这都是伤，流了那么多血，疼不疼啊？前世我和博斯宣布订婚前不久，江玉白就传出了被人包养当小白脸的丑闻。这辈子我绝对不能让他再被人啜泣两股。大小姐的酒还没醒。江玉白，你是不是真被人包养了？我的私生活似乎不在雇佣的合同范围之内。你可是我的保镖，我不希望你的花边新闻影响到我。如果你很缺钱，我可以给你加薪。你把那些丑闻当真了？大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于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不来等着博四在我脑袋上种一片青青草原呢？爬开！啊！我的手！没听到的是滚！于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你和博斯的订婚宴。装的真像啊！前世就是这张楚楚可怜的脸，背地里却对我痛下杀手。于梦娇也是帮我的人，想不到吧？这一切都是博四指使的。如果不是江玉白在关键时刻赶来，我早就被糟蹋。我只是……如果不是重生，我的父兄都已经死，区区一个巴掌，怎么能平息我的恨？江玉白，你拦我干什么？大小姐的手不该用来打人，疼的是自己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觉得？宋舒曼，博四的初恋女友，大学毕业后以母亲生病要去欧洲求医为由，向博四提出分手，需要我告诉博四，你去欧洲到底是做什么？你想污蔑我？污蔑！告诉博斯你在欧洲干的那些烂事，还有你装病的事实，立刻与他划清界限。江玉白居然连宋舒曼装病的事都知道，他这是在逼宋舒曼把博斯还给我。外面那么多人看着，你如果在这里动手，所有人都能作证，你不敢的。我数3首，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1、2。我确实没有得不治之症，我都是装的。博斯就是这个男人，骗取了我的信任，害死我的父兄。四哥，听我解释，我只是太想见你一面了，才谎称自己生病。婉婉，怎么回事？
他看着我的眼神，怎么像在看一个恶心的仇人？婉婉，别闹！闹！薄先生在订婚宴上带着别的女人离开，让大小姐颜面无存，还害她姐姐丧命。现在，你居然有脸说他在闹！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只是婉婉身边的保镖，不管我的身份是什么，在没处理好那个女人之前，别碰她。记住我刚才说的话。主动向四哥坦白我的秘密，他真的会杀了我。四哥，不要走，我好怕。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蠢事儿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太想见你一面了，对不起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叫医生！病人受到过度惊吓，心律不齐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四哥，求求你原谅我。别走，求你别离开我。婉婉，快跑！你是余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活下去！婉婉，哥哥保护你。前世我以为父兄不爱我，直到你们被火海吞噬，我才知道我错得多离谱，是我害了你们。血债，一定要用命来偿！大小姐，只要你不松手，我就永远不会输。喂，大哥。婉婉，哥，博斯还没处理干净。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，不会受委屈。婉婉，我们就你这一个亲妹妹，你始终记住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任何人都不能践踏你的尊严，知道吗？谢谢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。怎么还哭上了？是不是没零花钱了？因为想大哥了。晚上回家吃饭吧。好，是该回去好好收拾于梦娇了。于哥，我前夫不要我们了，娇娇她总得有个家呀。前世爸爸收留了他们母女，把最好的都给了于梦娇，可这对母女不仅在背地里转移财产，还联合送出曼赫博斯，害死了我全家。今生我绝不会让前世的悲剧重演，我要亲手撕下他们伪善的面具，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哥哥还是这么关心我。我要回一趟老宅。好。婉婉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一直不回我信息？急死我了！你叫我什么？婉婉，怎么了吗？于梦娇，婉婉这个名字是你能叫的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昨晚干了什么。我没有。看来我这2个巴掌还不够让你清醒。爸，婉婉回来了。今天厨房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小排。不过你们姐妹俩好好的，怎么吵起来了？对不起，姐姐。我以为叫小名是亲切的表达方式，以前一直都是这样的，没想到今天姐姐会这么生气。既然认我这个姐姐这么委屈，不认也罢。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既然你不喜欢叫姐姐，那今后记得也不要叫我哥哥和我爸。婉婉，你想多了，毕竟你是女孩子，娇娇自然会跟你亲密。哦，原来于梦娇不愿意跟哥哥和爸爸亲。你，行了，梦娇，今后别再这么没大没小，要叫婉婉姐姐。婉婉是我于家唯一的大小姐，这一点谁也不能改变。我知道了，爸爸，之前是我错了。先去房间擦点药，避免破皮留下疤。江先生，请进。婉婉也快进来吧。婉婉，孟娇做错事受罚是应该的，但她毕竟是你妹妹，不该下这么重的手。爸爸一直希望你们姐妹能相亲相爱。爸爸被他们母女的表象骗了太久，我不能急于一时。
必须要让他亲自看清于梦娇那张丑陋的真面目。我知道了，爸，你放心。我的女儿长大了，懂事了。爸，我去楼上看看妹妹脸上的伤。好，去吧。江先生，我这女儿给你添麻烦了吧？她从来不是个麻烦。伯父，我要找的东西有下落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江先生是要回京都了？没事，不急，伯父可以慢慢找。这是婉婉自己做的水果茶，不知江先生能不能喝得习惯？如果合口味，我稍后送你2盒。行吧。婉婉，你要好好保管这个盒子，这是京圈江家3少爷当年定下娃娃亲的信物。虽然他已经发了退婚书，但这关乎我们于家的生死存亡，绝不能告诉任何人。重量，勋章不见了。当年整个于家只有于梦娇偶然见过这个盒子，除了他，绝对没有第2个人会偷走。盒子里的东西呢？怎么了？是盒子里面的东西不见了吗？我记得这是你小时候自己手工做的小玩意儿，你一直很喜欢的。姐姐，你先别着急，家里到处都有监控的，只要查一查，应该能看到是谁偷走了你的物品。于梦娇，现在只有你我2人，你不用在我面前装什么无辜小白花。我很清楚，印章就是你偷的。我没有偷，你要做什么？全城都知道我被未婚夫抛弃在订婚宴上，我刚刚经历了人生至暗的低谷，我现在心情极度糟糕，精神处于崩溃边缘。如果我不小心失手捅穿你的肚子，要了你的命，法官应该也会以精神病的理由原谅我吧？我帮你查，我真的帮你查。找这个词，我非常的喜欢。我把那个盒子放在了临城，需要开车去拿，我现在就派人去取回来。后天一定原封不动的给。生性狡诈，这绝对是拖延时间的缓兵之计。但我有的是雷霆手段，让你在3天之内自己乖乖求着还给我。这2个巴掌我记住了。于桑婉，我们走着瞧。白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只要在我手里，迟早能查出来。爸，你要出门吗？临时有些事儿要处理，不回来吃饭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婉婉，我一大早起床，亲自去市场买菜，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你如果一口都不吃，也太辜负长辈的一片苦心了吧？你平时会去踏力健身游泳馆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问问。这死丫头怎么会突然问起游泳馆的事？那可是我转移资产洗钱的地方，难道她发现了什么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离他远点。放手！罗斯，人总要脸。我说了，别碰他。算个什么玩意儿？真以为我不敢动你？等你这句话很久了。来，别惯着，动手。不能让他再陷入我和博斯的战争中。博斯哥，玉白哥，你们别打，有什么话好好说啊。玉白哥，谁准你这么叫我的？我没有不打女人的习惯。滚！姐姐，你快劝一下四哥吧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婉婉的继妹。姐，我们谈谈。车上谈。一会儿我自己回家，你不用等我了。好，婉婉，昨天的事我很抱歉。你不用道歉，宋小姐毕竟是你曾经最在意的人，她得了绝症，你带她去看病也无可厚非。灰姑娘即便是攀上了王子，也改变不了的本质。而我动一动手指能得到的东西，她为之付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拿到，我又何必跟她计较？原来她根本没把宋书曼放在眼里，
这才是于家大小姐该有的高傲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次是我的问题，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可以满足你。要你的命，我吗？开玩笑，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。顾老今夜在锦纯酒店举办慈善拍卖会，有空陪我一起去吗？好，顾老是奶奶的老同学，于梦娇就是他的学生，正好今晚我就把信物拿回来。中午想吃什么？就不一起吃饭了，我还有其他事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我以为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不像你。一会儿给你打过来。四哥，醒来没看到你，我害怕。我好像听到于大小姐的声音了，她是不是在你身边？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又让她误会了？既然知道他会误会，就不要总是给我打电话，不舒服先找医生。糟了，来人，患者摔下楼梯了！深情无奈的戏码，博斯还真是会演。莫先生，你想办法拍一组博斯和宋舒曼在医院的亲密照，传给我。亲密照，我的大小姐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找个合适的时间，给自己戴个绿帽子。行吧，勉为其难帮你。对了，我查到你之前丢失的药已经被人转手卖到了顾老爷子手上，今晚他会在慈善拍卖会上压轴出场。刚好，今晚我会参加这场晚宴，多谢了。客气，要不要的不重要，主要我想帮你。什么事？我说江三太子爷，这都在南城当了大半年保镖，还不回应，该不会是真喜欢上你家那位小姑娘了吧？喜欢？她不过是我手里最精致的人偶娃娃。说，三爷，别忘了晚上的事。知道了。又失败了，做了那么多。没有一个想到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江玉白怎么关机了？婉婉，走吧。好。第一排中间，难道是看在爸爸的面子上？姐姐，你也来了。我记得我妈妈没给我生过妹妹。后妈带着姐姐，我于小姐，孟娇虽不是亲生的，但从小在你们家长大，你这也太刻薄了。乔乔，没事的，你别这么激动，姐姐她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还替她说话？于三婉人在做天在看，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。顾小姐知道小明的奶奶为什么能活到99岁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她从不多管闲事。你好，我不管你于家的事，但你坐在这里，就是犯了我顾家的忌讳。这是你爷爷举办的拍卖会，不是你。这不关是谁举办的，而是你得罪了江三爷。进去那位太子爷。这个慈善拍卖会的幕后执行人其实是江三爷，而你现在坐的位置是江三爷特意为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预留的，还不快滚！江玉白，他安排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姐姐，趁着位置真正的主人没来，你快起来吧。江三爷敬重的人得罪不起，我怕你会出事。姐姐，谁告诉你这个位置不是给我预留？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孟娇，这是他自己作死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等你看了这个，再决定用什么态度和我说话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是江三爷的贵客。现在来谈谈，你作为监理的孙女，得罪了江三爷的贵客，该怎么办？我于小姐，是我这不懂事的孙女冲撞了你，老夫在这里给你赔罪了。顾爷爷，您是长辈，怎么能对晚辈鞠躬？况且要赶我走是您孙女的意思，与您无关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立刻给于小姐道歉！对不起，于小姐，是我先入为主冒犯了你，请你原谅。顾小姐知错就好，只是以后要注意了。
别再被人牵着鼻子走，最后砸的可是自己的脚。是啊，要不是他煽风点火，我怎么会得罪江三爷的贵客？乔乔，你当你是好主，你居然拿我当枪使，不要脸的东西！乔乔，你竟然打我，你还装可怜！够了，给我回去好好反省。桑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挑拨离间了？绝不能在顾老面前失去信任。于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改日老夫一定登门拜访令尊。顾爷爷客气了，父亲让我代他向您问好。不过等拍卖会结束后，我想占用您10分钟时间，聊一下关于我妹妹的事情。他要把我偷拿药方的事情告诉老师？可以，孟娇，今晚有一粒压轴的绝世好药回魂丹，你跟我去后台看看，长长见识。好的，老师。看来你姐姐并非传闻中那样自私自利，她还要专门找我聊你的事儿。是啊，只是不知道姐姐最近怎么了，总是拿家里的小动物做实验，不知道她是想学医还是在胡闹。医学岂是儿戏？拿动物随意做实验，简直无知无畏。于桑婉，不管你想说什么，老师都不会再信的。那颗药应该就是被于梦娇掏走换掉的过期回魂丹。怎么不是挨着？既然是想陪陆婚期，这个情面我自然要。我说三哥，伯母可是发了最后通令，让我这次必须把你带回京都。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？恐怕又要让他失望了。那就是你藏在南城的人偶娃娃，这长相这气质绝了。既然知道他是，就闭上你的眼。是，我不看。第一件拍品，汉代羊脂玉兔玉佩，起拍价90万。前世博斯就是拍下这块玉佩敷衍我，最后却是江玉白浑身是血的把它塞进我手里。这一世，这块玉我要亲自拿下。100万，他也想要，这玉绝不能落在他手里。200万，直接加了100万，这姐妹俩看上同一块玉了。200万，这位小姐出价2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300万，320万，350。150万买一块羊脂玉，三哥，那是你一直找的那块鬼玉吧？都叫到350万了，你不截胡？既然是我的人偶娃娃，在我没命之前，他要什么？姐姐，你能把这块玉让给我吗？为什么要让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只是觉得它好看，家里的好玉你想要我都不争，但唯独这块玉，我想送给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，你就不能成人之美吗？妹妹这话说的，你可以用你的钱去拍其他东西送给你的朋友呀。我也想将这块玉送给一直陪在我身边的至关重要的人。姐姐难得想送份心意，你怎么就不能成人之美呢？婉婉不惜砸重金，竟然是为了送我礼物，她还是爱我的。对呀，于二小姐自己没钱，出什么大款？人家于大小姐买来送未婚夫，名正言顺。妹妹在这横插一杠子，绿茶味也太重了。姐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再说了，这是慈善拍卖，价高者得。若都像你这样靠道德绑架让来让去，这慈善于何地？姐姐说的是我唐突了。希望姐姐的礼物姐夫会喜欢。350万3次成交，恭喜于小姐。江玉白，这一世这块玉由我亲手送你。这就是你让他出去的理由。看来你的人偶娃娃心里没你。舌头不会用，就割掉吧。于小姐，博先生还等着呢。这块玉寓意极好，作为定情信物再合适不过了。前世这块玉也是博四帮我拍下，最后却成了他掌控我的筹码。今生我绝不给他这个机会。这块玉更适合江玉白。这你就不懂了，人家小情侣肯定要准备浪漫的烛光晚餐再送，这才叫仪式感。没错，南城谁不知道桑婉非我不可？他不过是想玩点情调。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姐夫，姐姐肯定会把玉送你的，她注重仪式感，你千万别生姐姐的气。你姐姐怎么做事，需要你多嘴？我以为你生姐姐的气，说了她几句她才离席的。没有，你可以滚了。博四，你迟早会发现，只有我才最适合做博太。
真的是你啊！我还以为看错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拍卖会没结束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有个东西送你。送你的，喜欢吗？300万拍下的玉不便宜，大小姐这是打算包养我了？胡说八道什么？大小姐，不觉得你的行为很反常？前世自己对他颐指气使，现在的转变确实容易引人怀疑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单纯想感激你昨天救了我，把你当成我很重要的朋友。你要是不喜欢，就还给我。既然给了我，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毕竟大小姐也知道我很缺钱。好了，你在外面逛逛吧，我要回去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请出今晚最后的压轴宝物，这是天才炼药师木棉研制的神药回魂丹，将死之人服下也能重获新生，起拍价1000万、1200万、2000万、3700万，谁也别跟我抢！3700万一次，3700万2次，3700万。住手！这药不能拍，不仅药效跟说的不符，而且这颗药已经过期了，绝对不能服用。坊间传闻这药有奇效，你一个不懂医术的黄毛丫头，大言不惭说过期了，简直不知所谓。就是，顾老这种医学泰斗都没看出来过期，他一个外行装什么神医？你什么时候懂医理了？姐姐，就算你还在生顾老的气，也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呀。如果真像你说的这药过期了，木棉药师绝不会允许它出现在慈善拍卖会上。于小姐，请你不要在这里胡闹。老师您别生气，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嫉妒我能跟着顾老学习，但如果你也想学医，我可以求老师破例收下你。你快坐下吧，别影响拍卖了。搞了半天是为了跟自己妹妹争风吃醋啊！这里可是慈善拍卖会，不是你于大小姐撒野的游乐场。于小姐，你懂事点儿，就立刻给我闭嘴退下，否则别怪我不念及你父亲的情分，当场赶你出去。我说过，这药根本治不了曾老的心脏病，什么将死之人死而复生，全是不懂装懂的胡扯。好啊，既然于小姐振振有词，那你倒是给大家解释解释，这回魂丹的药效究竟是什么？回魂丹并非让人死而复生，它的真正作用是能在患者突发脑出血、心梗等绝症濒死时，强行吊住一口气。怎么可能？这个不学无术的草包怎么会懂这些？争取到这短暂的时间后，必须立刻结合医院抢救和临床对症手术，才能捡回一条命。这世上任何一种药都不能直接治愈重病，把药当仙丹是极其愚蠢的误区。这番见解精辟透彻，没有极其深厚扎实的医学底蕴，绝对说不出这种内行话。面对这么多大人物的施压，他竟然毫不露怯，他到底隐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？曾老，这药不仅治不了你的病，且早已过期失效。你若执意要吃，后果自负。言尽于此，随你的便。不行，绝不能让这个贱人在这里出风头，否则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医学天才人设全完了。姐姐，就算回魂丹药效真如你刚背诵的那样，你又是怎么一眼确认这药已经过期了呢？毕竟连老师这样的医学专家都没看出来，难不成是木棉前辈亲自告诉你的？就是啊，于小姐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木棉药师是忘年交呢。连顾老都看不出过期的神药，他一眼就看穿了。难不成于小姐就是传说中的木棉本尊？哈哈哈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一个只知道追着男人跑的花瓶，也敢碰瓷神医？于梦娇，急着出风头之前，最好先掂量掂量，这后果你是否承担得起？瞧，被拆穿就没话说了吧？做人没有学识就闭嘴，
一个空有皮囊的花瓶也敢对神药评言论足，真是可笑。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我堂堂曾胜红吃个药，还要经过你一个不懂医术的黄毛丫头同意？我立刻转账，现在这颗回魂丹归我了。好，好，好，3700万成交！恭喜曾老拍得神药回魂丹。好浓郁的中药味儿，还透着丝丝甜气，光是闻一闻就让人心气神怡。这怎么可能是过期的药？一派胡言！会是木棉药师的手笔？这色泽，这香气，绝对是极品啊！曾老，您快服下试试，让我们也开开眼界。曾老，你确定要吃吗？哼，依你所言，我吃了就会有强烈的副作用。那如果我吃了安然无恙，甚至药到病除，于大小姐又要怎么收场？这句话应该换我来问你。不知好歹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训我？老曾，等等，不管于桑婉说的对不对，这药来历虽明，但还是应该先做个成分检查再服用。我吃下去了，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副作用。良言难劝该死鬼，既然你找死，神仙也救不了。神奇，太神奇了！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感觉我好了，心脏从没有这么舒坦过。木棉药师的回魂丹太厉害了，不枉我花了将近4000万，神药，神药啊！真是谢天谢地，总算是好了。还是曾老有魄力，当场服下。若信了于桑婉的话，岂不是错过一次痊愈的机会？恭喜曾老痊愈，木棉药师太厉害了，简直是华佗在世。看来今晚于桑婉注定要被钉在耻辱柱上。曾老治愈了心脏病，不再受病痛折磨，今后也能与曾夫人长相厮守，可喜可贺。今天多亏了你这小丫头，要不是你多说了几句，我可能就错过这个痊愈的机会了。说起来，我还要好好感谢你才是。曾老太客气了，我也是怕姐姐跟我之间的误会影响到你，现在看到你没事就好了。于小姐，今天的事儿我就不多追究了，今后说话做事还是多多考虑，应该好好感谢你妹妹，多向她学习学习。你们觉不觉得她看我们的眼神，总像在看一群漂亮小丑？还真是，除非她只是想故意给别人难堪，可我记得她们姐妹感情很好啊。曾老，你此刻的精神状态和青少年一般无二，不觉得好奇？这都是回魂丹的功劳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笑什么？顾老应该清楚，有些心脏病患者就算做手术换一颗健康的心脏，都无法像你这般如同年轻了几十岁。一颗药奇效再大，怎么能做到让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连身体机能都发生巨大的改变？确实，我本以为服下此药，就算痊愈，需要几天的缓冲。我说了，这是木棉药师的神奇之处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，病入膏肓的病人在临死前突然像正常人一样活蹦乱跳，民间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回光返照。在医学科学中，这其实是由于身体机能枯竭，导致肾上腺大量分泌激素所致。混账！这是在诅咒老夫快死了！想要活命的话，我劝你不要过于激动。于小姐，你就别再胡闹了，你们姐妹俩有什么恩怨回家说，好吗？如你所愿，一会儿若需要我帮忙，那就要看我的心情。曾先生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为你把一下脉吧。曾先生，盛红，你怎么了？无谓的脉象是以无冲合之意，急促而坚硬，就像弹石。不好了，这脉象还在变化，越发凌乱，连数计3、5不调，倒像是中毒。难道真是吃了过期药的问题？老师，您为什么这样看姐姐？老师的目光，难道于桑婉是对的？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！顾老，我先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？您快说话呀！好痛！
盛虹，我送你去医院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，不会有事的。别动他，他现在脏器极其脆弱，此刻随意移动会让他脏器大出血，不死也会立刻变成植物人。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。顾老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先生啊！天哪，真被于小姐说中了。孟乔，过来帮忙，摁住他的身子，别让他乱动。老师，我按住了。老师，这些穴位只能锁住经脉，缓解疼痛，根本解不了毒。现在该怎么办？于小姐，能不能请你不计前嫌，救曾老一命？怎么可能？医学界泰斗的老师，竟然在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黄毛丫头低头求救。顾老是不是急出问题了？怎么会向一个根本不会医术的少女求救？我在这个圈子混了这么久，还从未听说过于家大小姐懂什么医术啊！嘘，万事皆有可能。你看曾老就是不听他的话，非要吃这颗药才变成这样。莫非于小姐一开始的阻止真的是认真的？以前的她娇憨粘人，总是踩着我的脚印跟紧我的步伐，可现在的她面对生死危局竟然游离在外，如此从容不迫。原来我真的没有那么了解她。刚才我把她得罪死了，那时她说什么来着？如你所愿。于小姐，生死面前，希望你能放下刚才的种种恩怨，救曾老一命。生死，我本就是死过一次的人，死得比任何人都惨烈。他的话根本触动不了我，我要的不过是于梦娇把我的东西还回来。现在时机终于到了。老师，姐姐根本就不会医术啊！您都束手无策，她又怎么可能救得了曾老？您就别为难她了，这不是姐姐能救得了的。不然我们还是赶紧送曾先生去医院吧。对呀，于梦娇是他身边人，最清楚他到底会不会医术。顾老这怕是病急乱投医了。只是真没想到，医界巅峰级别的木棉药师所制的药竟然也会有问题，只怕再晚一步，曾老就……顾老，是不是您判断错了？一个20岁的小丫头，怎么可能比您还厉害？于梦娇，你从拍卖回魂丹开始就一直在带节奏，先是蛊惑曾老吃下回魂丹，现在又当众说木棉的药有问题，到底是说你与曾老有深仇大恨好，还是说你愚昧无知的好？对啊，于家先生本就争强好胜，刚才若不是你在那一直说神药千好万好，他怎么会当场吞下这颗药？姐姐，我没有。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就别在这里添乱了。添乱？这简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老师竟然真的重新相信了于桑婉。于小姐，刚才是我错怪了你，是我言语不敬，请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只要你能救我先生，曾家定会重谢，绝不食言。于小姐，我听你的语气，显然是有救曾老的办法。现在你要怎么样才愿意伸出援手？我只是觉得我这个好妹妹似乎没有学医的根基。这孟娇跟我学医3年，乖巧懂事，我千挑万选才收她做传人。可如果曾老真的死在我的拍卖会上，顾家声誉尽毁，江三爷绝不会放过我。难道真要为了救人断了孟娇的前途？姐姐，如果不是老师相信你，我也不敢相信你能救得了曾老。可现在曾老的状态已经等不了呀。如果你真的会医术，就请你立刻出手救他一命吧。医者仁心，你岂能见死不救？你又何苦非要逼老师与我断绝关系？于小姐，就算曾老得罪过你，但好歹也是一条人命啊！曾夫人如此卑微的道歉了，你能救就赶紧伸出援手吧。是啊，莫不是你根本就不会医术，故意装作高深莫测，在这里耽搁时间作妖吧？于梦娇从小就擅长使这套绿茶把戏，短短一句话就煽动全场，给她当了免费的枪使。你说的对，医者仁心，自然是要救死扶伤的。可我本就不是医生，为什么要跟你们谈什么人心？我有人心劝阻你们的时候，谁听了？现在曾老出事了，反倒来跟我进行道德绑架。不好意思，玩道德绑架也得真有道德。现在我只谈条件。所以，姐姐，你终于承认了，你根本就不会医术。他说的有错吗？果然是运筹帷幄的博斯，这一手收买人心玩的真是炉火纯青。难怪前世我会爱他爱得失去自我，可惜重活一世，我已经看透了这副虚伪的皮囊。说起来，
确实是曾老自己不听劝，非要吃药的。反倒怪其一开始帮忙提醒于小姐，是有点不讲理。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挑拨。老师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不明白，姐姐既然不会医术，为什么要跟你谈条件呢？谁说救人就一定要自己会医术？不巧，神医木棉是我的朋友，我用他的药治病，这有问题吗？你说什么？天哪，他竟然真的认识木棉药师，那可是连盖了白布的死人都能救活的神话呀！这怎么可能？于大小姐向来深居简出，怎么会结识这种站在医学界巅峰的人物？你撒谎！我们一起长大，你的什么事我会不知道？这么多年从没听你提起过木棉药师，你怎么可能认识他？如果我撒谎了，那我又怎么会知道那颗回魂丹已经过期了，并且提前站出来阻止曾老拍下呢？于小姐，你的意思是木棉药师亲自告诉你这药过期了，让你来阻止？是的，顾老，我有没有撒谎，您的诊断应该最清楚，不是吗？曾老的脉象确实告诉我，他是严重的药物中毒，完全符合服下过期药的病理特征。他竟然真的认识木棉，到底是什么时候瞒着我搭上这种大人物的？如果没有木棉这张底牌，他今天绝不可能翻身。既然这样，于小姐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用木棉药师的药救一下曾老吧。其实我救不救曾老，选择权在于孟郊身上。什么意思？若不是于孟郊一直起哄不信我，曾老也不会吃下毒药。作为一个学医者，连药是否过期都看不出来，顾老真应该考虑一下，他到底有没有资格继续走这条路。当然，念在姐妹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请木棉帮忙拉他一把，提高他的能力。不过，我有一件东西丢了，只要于孟郊把我母亲留下的那件信物拿出来。姐姐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这就是个圈套，他从一开始就设好局等我钻。什么让木棉教我医术全是假的？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在全南城权贵面前逼我把那个印章木盒双手奉上，好深的心机，好狠的手段。于早晚说的有理，外行人不懂，于孟郊一个内行人怎么也不懂。要是听于桑婉的话，不瞎带节奏，曾老也不会出事。还说是医学天才，看来不过是欺世盗名，差点害死人。不能在这里毁了自己，只要治好二哥的腿，我依然是于家大小姐，不能因为一次失误丢掉未来。必须名出名声。姐姐，你教训的对，这一次确实是我眼拙了，差点害了曾老，给大家添了麻烦。今后我更要潜心学习，切忌浮躁，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也谢谢姐姐的提醒。至于姐姐说的信物，请你放心，我回去之后一定会亲自为你找到。对不起，老师，学生给您丢脸了，愿承担一切责罚。这于孟郊虽然学艺不精，但认错态度倒是挺好的。难怪前世我会败得一塌糊涂，这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忍辱负重。不过这一世你没机会。姐姐，我说过的话绝不食言，你现在能用药救曾老了吗？目的达到了，我自然会救。喂他吃下几颗。老曾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吓死我了！我感觉好多了，胸口的闷痛感全没了。于小姐，是曾某有眼无珠，错把你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，差点铸成大错，实在是老朽糊涂。曾老严重了，你有心脏病，切宜激动，这病需要慢慢调理，急不来，回去还需卧床休养几日。谢谢于小姐提醒，也麻烦于小姐替我谢谢木棉药师，以后有用得着曾某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一件遗物而已，我失去的，总有一天会全部拿回来。姐姐，
我先回去帮你找东西了。婉婉，有事儿？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。明天啊？是舒满，他明天出院了，已经买了机票要离开南城。临行前，他想请你吃个饭，解释一下我们之间的误会。离开？不过是想找机会来羞辱我罢了。既然你要往枪口上撞，我成全你。好啊，既然他想解释，那我就洗耳恭听。婉婉，这段时间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很抱歉。等他离开后，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相处。我想多了解你一些。好，确实应该多了解了解。博斯，了解一下我今生想怎么收拾你们两个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那块玉佩，他竟不是拍下来送给我的，那他心里重要的人到底是谁？没有呀，博少还有事吗？毕竟人家明天就要走了，去看看也没事。放心，我不会吃醋。我先走了，记得让江玉白来接你。好。这个时候怎么就不觉得江玉白碍你的眼了？好了，不要害怕，我马上过来陪你。去吧，你们越是相爱，我就越清楚该如何理清纠葛。前世的种种委屈，我定会一一讨回公道。于小姐，我是江玉白的同事周慈，他有点急事要办，让我来替他送您回家。江玉白的同事都开这么贵的车吗？完了，这已经是三爷在南城车库里最便宜最低调的车了。于小姐误会了，这是我雇主的车，平时都是我在开，请上车吧。江玉白也开过这辆车？啊，对，之前我借给他开过2天。也借我的车开，这谎撒的简直多嘴。看来等江玉白回来了，高低得给他也整一辆。别家保镖有的，我家保镖也不能少。婉婉，我听说你的订婚宴被搞砸了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你别哭啊！我没事，倒是你，妞妞才1岁多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怀2胎了？身子能吃得消吗？身体倒还好，就是孕吐厉害，吃什么吐什么。孩子刚学会走路，骨头软，总是要我抱。你是个孕妇，怎么能天天抱孩子？万一摔了怎么办？于成呢？你婆婆呢？合着孩子是你一个人的？于成事业刚起步，怕妞妞吵夜影响他，我们已经分房睡了。婆婆做生意也带不了，只能我多带带。什么工作忙到要分房睡？婆婆看店就不能带孩子？于成他根本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。好啦，别为了我的事生气。伴随年龄增长，太多身不由己。博斯那边你要想清楚，他跟初恋藕断丝连，我怕你最后受伤。博素啊，他挺好的，别担心我。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，就去看你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等你。英子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于成行事偏颇，我定会让他正视自己的责任。周慈，你知道江玉白去哪儿了吗？这知道是知道，但不太好说。三爷，暗阁那边还没查到印章的下落，于先生那边也没有消息。我已经将于小姐安全送到于家山庄了。他在路上说什么了？倒也没说什么，就自顾自地说要送你一辆车。还有，于小姐跟她闺蜜打电话时提起了博四。问一句，答一句，要你做什么？应该是于小姐的闺蜜担心订婚宴的事，于小姐就说博四挺好的，让闺蜜别担心，下次再跟博四订婚就请她喝酒。靠边！于小姐说滚！
完了完了，三爷这是吃醋了，我得赶紧补救。于小姐没提再订婚的事，是跟她闺蜜说下次见面的事。不是，完了，这下怕是要被派去偏远地方做事了。那辆宾利送你了。天哪，忠诚是对的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爸和大哥今晚有个重要的会议没回来，妈妈去给他们送晚餐了。姐姐你也知道，爸爸最喜欢喝妈妈做的排骨汤了，一顿不喝呀，爸爸就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想用女主人和父亲的偏爱来压我，蠢货！你难道不知道我爸为什么喜欢喝你妈做的排骨汤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母亲只会做这一道菜，10年如一日，我爸都喝不腻。我母亲把这道汤的配方交给了我，你妈为了讨我爸的欢心，厚着脸皮找我索要的配方。原来爸爸并不是喜欢妈妈做的汤，而是在怀念他的生母。姐姐，其实妈妈她……你以为我回来就是为了听你说这些废话的吗？姐姐，我不敢惹你生气，之前才随口说是我偷的，其实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是佣人小雨偷的，我也已经把他赶出去了。小雨，到底是谁偷的？你我心里都清清楚楚。我警告你，若下次再敢碰我的东西，我定不会轻饶你。姐姐说笑了，我怎么会拿姐姐的东西呢？妈妈留下的遗物，绝不能落在这种人手中。二哥从13岁开始，为了我的一句童言，花了那么多年心血做出的模型，怎么会在他这里？姐姐，这是二哥哥亲手做的，在我18岁生日时，他当做礼物送给了我。我看你盯着他看了好久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我就转送给你吧。相信二哥知道了也不会生气的。不要！二哥的翅膀断了！天啊，翅膀摔碎了！二哥哥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姐姐，你怎么连拿个东西都拿不稳？痛！你这么践踏他的东西，你也配叫他二哥哥？放开我！这是他付出无数心血才做出来的。你竟然敢故意摔碎它，我绝不会饶过你！只要能刺痛你，就算被你掐住也值得。原来二哥才是你真正的软肋。就算我践踏了二哥哥的东西又怎样？是他心甘情愿给我的。既然给了我，那这就是我的东西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瞧你这副极度发狂的样子，下次我让二哥哥再送你一个就是了。我竟然被这种低劣的手段扰乱了心智。既然是专门送给你的，那这片翅膀上又怎么会刻着我的名字呢？不可能！二哥哥，喂，我让你帮我处理的东西，处理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，姐姐就回来了。我不过劝她几句，她就不高兴，一气之下把那个飞机模型摔碎了。你没受伤吧？只有一点小伤，只是我替你难过。姐姐她好像根本不在意你的心血。我不在意了。从桑来，你彻底出局了。明明是我的家，为什么却感觉不到一丝家的温度？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小姐不是命令过我，无论多晚都要接你回家吗？
回夫人，帮我保管一下吧。帮你保管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它很重要，而其他人我信不过，只有交给你，我才安心。好。你晚上做什么去了？处理了一点小事。对了，明天一早跟我去见一下博瑟的初恋情人。好。于小姐，你来了。好一朵楚楚可怜的白莲花，今天我就亲手扒了你的皮。他不过是于家请的一个小保镖，为什么眼神比博斯还要可怕？就好像在看一只蝼蚁。于小姐，四哥刚才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在停车了，麻烦你等一会儿哦。我听博士说，你今天特意请我来，是来赔罪的吧？于小姐想喝点什么？雨浓咖啡吧。江先生要喝什么吗？于小姐，博斯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。哦，提起我什么了？就是闲聊。不过我跟于小姐的口味差不多，也很喜欢这家招牌的雨浓咖啡。之前四哥经常带我过来喝呢。宋小姐品味确实不错，这雨浓咖啡原材料极好，小小一杯就要1万元。我每次过来一次性都要点10杯，今天可能要宋小姐破费了。怎么，宋小姐请我过来赔罪，你自己买单吗？难不成要让博斯买单？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就等于告诉全天下，你和他之间确实不干净？怎么会呢？大小姐，今天要在这里用餐吗？前段时间去了新店，有些日子没看到您了。何经理，你们这儿最实惠的4人套餐是多少钱来着？不到60万。于小姐，您平时不都是随意让厨房配上100万的菜吗？今天是这位宋小姐请客，太贵了不太合适。何经理就安排最低消费吧。对了，一会儿告诉吧台，只能收宋小姐的钱，不能收博斯的。10万咖啡加60万套餐，上100万，他疯了吗？对了，大小姐，这个月咖啡店的营业账单我已经发您邮箱了。好的，我回去就看。什么？这家咖啡店的老板是你？宋小姐，别怪我自作主张，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也是想为你节省一下。痛，只有痛才能让我保持清醒，记住这屈辱。是四哥的脚步声。于小姐，这2天我总是麻烦四哥，一定让你误会了。他只是把我当故友，我们之间是清白的，我不会喝酒，就用这杯咖啡代替向你赔罪。我还活着，宋小姐倒也不必心思搭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该在这种时候出现，可是我忍不住想他。我离开他的这些年，没有一刻不想他。我会在每一个夜里想到我们曾经的美好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。于小姐放心，我会把这份爱埋在心里，只要他幸福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戏演得不错。于小姐，我是真心赔罪的，为什么要推我？婉婉，你干什么？糟了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四哥，好痛！于桑婉，四哥，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，不关于小姐的事，你别动气。要是伤了你们的感情，我就是千古罪人了。别动，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做出伤害他的事了，更何况我和他清清白白，你明知道他是钢琴手，你想毁了他吗？给他道歉。你想好了？你错了，就应该道歉。行。高高在上的南城大小姐又怎么样？
还不是要被心爱的男人逼着向我低头赔罪？于小姐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哎，四哥就是这样，他把我当朋友，太在意我了。你别介意，我……咦，宋小姐的右手手背上怎么还有深深的指甲掐痕啊？这烫伤还挺别致的。刚才的红和现在的红完全不一样，他在撒谎，他是自己掐红了手，假装被烫伤的。四哥，好痛！对不起，我本想让你们冰释前嫌的。既然已经道完歉了，这场闹剧是不是也该适可而止了？婉婉，还是说我道歉的不够真诚？四哥，我的腿好痛。你好像忘了我在医院说过的话，告诉博斯你在欧洲的事，还有你装病的事实，一把划清界限。江玉白，我不止一次说过，这是我和婉婉的事，你一个保镖，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笑什么？他那张冰冷的皮囊下，简直是一匹又疯又狠的狼。这个保镖绝不能再留。宋小姐吃好了，这边消费一共123.02万元，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哦，对了，那200元是您刚才打碎咖啡杯的造价赔偿，请您谅解。我刷我的卡，抱歉了，薄先生，大小姐吩咐过，今天这餐是宋小姐请客，我们绝对不能收您的钱。作为员工，听老板的话是我的职责。我说了，刷我的卡。薄先生，请不要为难我。不过大小姐说了，宋小姐是故友，可以开个先例为您赊账，请宋小姐写个欠条，限期7天内还清。吃个饭还要打120万的欠条，宋舒曼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奇耻大辱？既然要装大尾巴狼，那就好好尝尝狼皮被硬生生剥下来的滋味。姐姐，我制的药经过验证可以发行了，老师要在研修院开个见证会，这是何等的荣耀呀！二哥哥还没回来，现在只能麻烦姐姐陪我一起去了。是在向我炫耀他不仅能在医学界大出风头，还要借此博取二哥的欢心。姐姐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不愿意陪我去？其实不去也行，只是不知道二哥哥知道了会不会生气，爸爸会不会责怪你。接你到余家后，对外给你取了个姓，你是不是就真忘了自己到底是谁？有些人争取好的方面，那叫上进，而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那叫贱。在炫耀之前，你应该先照照镜子，问问自己，你配吗？去哪？回凤栖院。顾老，有什么事吗？于小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你妹妹孟娇研究出一种针对麻药过敏人群的长效止痛药，明天研修院要开见证会，我想请木棉药师能到场指导。这确实可喜可贺，但我帮不上忙。你应该知道，木棉为人低调，不喜欢抛头露面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强求。不过为感谢你在拍卖会上的出手，我想邀请你以见证大使的身份出席见证会，不知意下如何？既然这样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见证大使地位高于制药者，他引以为傲的场合，如果我以大使身份出现，他的脸一定会绿得很精彩。前世我不准他进屋，对他确实有些苛刻。江玉白，距离去见证会还有几个小时，你先跟我进屋休息。那个，我让你替我保管的木盒印章，你放在哪儿了？安全吗？在我家，很安全。
说起来，我还没去过你家，改天有空去走走。房子太小，大小姐不用屈尊降贵，满屋子都是照着你模样做的娃娃，会吓坏你的。见证会下午5点开始，你先去客房休息。好。他之前护着我时撞到了桌角，难道撞伤了？江玉白，你等一下。你刚才撞伤了，擦点药吧。看不清后背。张嫂今天休假，难不成要我给她擦药？免不了要碰到她。大小姐去休息吧。还是我来帮你吧。江玉白，你做什么？你不是要帮我擦药吗？你是后腰受伤，用不着脱，你把衣服掀起来就可以了。擦药不应该脱衣服吗？这里没有我可以换洗的内衬，沾上药味难受。大小姐出去吧。你可以对着镜子擦药，我先走了。我的人偶娃娃似乎学会害羞了。季院长，是我想问一下，我师父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一枚手玉大小、刻有梵文白字的通体白玉印章？我只知道你师父有一块通体白玉印章，倒是没听说过手玉大小的，更不知梵文。好的，谢谢季院长。如果你以后知道这枚印章的来历，随时联系我。好，木棉啊，你制的药基本都是通过国家研究院认证的，你完全可以公开身份创建自己的研究院，或者加入我们。我习惯了无拘无束，师父也教导我不要把医学研究与名利混为一谈。多谢季院长好意了。母亲当年到底隐瞒了什么秘密？那枚印章绝不简单。姐姐，我就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一定会过来见证我成为制药师的荣耀时刻。你哪来的自信，觉得我是为你而来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姐姐，我一定会在医学上为余家的名誉争光。你以后就算什么都不做，也就不用那么辛苦。姐姐，既然来了，我带你参观一下吧。这里平时闲杂人等是禁止入内的，今天算你于小姐，欢迎欢迎！我已经通知下去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研修院的一员，禁令对你无效，应该叫你于大使了。大使？于三婉一个草包，凭什么当大使？顾老，你太客气了。姐姐既然是研修院的大使了，恭喜啊！没关系，大使只是挂名，我才是真正靠本事吃饭的天才制药师。今天的主角注定是我。是有什么事吗？有点事，要先离开一下，一会儿周子会过来顶替我。好。他很少请假，到底是什么事？他狂傲乖戾的性格，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他不是个普通保镖。于大使，请进。孟娇学妹，你第一次制药就成功发行，简直是天才！学妹，你身边那位不是余家大小姐吗？她来干什么？该不会是看到学妹有成就，又想来抢风头吧？放心，没有天赋，她这就是自取其辱。于大使，距离见证会还有10分钟，你先随意看看，一会儿我再向大家正式介绍你。顾老，你去忙吧。也不知道顾老怎么想的，居然还会请你来。当初要不是孟娇救场，副院长就死在你手上了。出了那种严重医药事故，你还赖在研修院不走，赶紧滚吧！别脏了我们的地盘。那是3年前差点害死副院长而被开除的白纸。这件事，他最后明明成了国家研究院最年轻的教授，这件事绝对有隐情。你是谁？拉着我做什么？放开！你的声音太刺耳了，我听着不爽，自然要。犯贱事！秋秋，你没事吧？今天是孟娇学妹的见证会，我先放过你，敢不敢报上名来？于三婉，那个传闻中心狠手辣、跋扈至极的余家大小姐。姐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白纸，我就知道老师会邀请你来，我好怀念我们以前一起学习的日子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争取都进国家研究院。恭喜你，孟娇，我不打算学医了。于小姐，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。你刚才说不打算学医了，
我差点害死人，我只觉得我不合适。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人做任何事，从来都没有什么合不合适，只有愿不愿意，要不要坚持。我们是人，不是神，有七情六欲都会犯错。医学本来就需要用心去探索研究，一次次的失败是为了找出原因，制出最好的药。你不应该退缩，5年内一定会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人。谢谢你，于小姐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这如果真的去找失败的原因，我的秘密就会曝光。姐姐，白芷，走吧，一会儿老师看不到我们，该着急了。你先去吧，你才是今天见证会的主角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姐姐，你也快点，毕竟你是今天的大使呢。我听说白小姐之前制的药也是针对过敏群体的止痛药。是啊，可是我的药差点害死了副院长。你可有总结过哪里出错了？总结过无数次。可每一步都在我理解的范围内，不应该出错。若是错了，只能说我的配药本身就有问题，否则也不会出事。方便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吗？于小姐也会制药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制药师，略懂一二。已经失败了，何必再说出来，脏了于小姐的耳朵。你太绝对了，若是不去总结失败的原因，又怎么会成功呢？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制药师，就必须面对失败。外界都说于小姐不学无术，可她不仅心思细腻，还一次又一次鼓励我。其实1个星期前，我将制药的程序和药材成分发邮件给了木棉药师，可木棉药师一直没有回复我。我想，一定是他看出我的药有致命缺陷，才懒得回信，所以我才决定放弃。木棉药师，不就是我吗？你先把制药的过程、用到的药材和成分细细的说一遍。第一步是萃取，取3年份的白芷根，用蒸馏法提纯。他居然就是我要找的那位学生。前世我收到小白树的邮件时，正被博斯和于梦娇算计的身败名裂。等我振作起来誓要回复他时，已经过去了1年。前世我后悔没早点看到文件，今生阴差阳错，竟然让我提前遇到了小白树，而且白芷的药正是将来治好二哥双腿不可或缺的药引。果然是有问题，对吗？不，没有问题，你的药很好。真的吗？就算有问题，那也是别人的问题。于梦娇，踩着别人上位的小人，今天我就要将你从神塔上狠狠拽进泥潭。我们研修院已经快2年没有发行过这么特别的新药了。于梦娇研制的这味药，专门针对麻醉剂过敏的患者。患者在微创手术前服下1粒，不仅能起到止痛效果，还能止血。此药发明的意义重大。现在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于药师上台致辞。得到了认可，不再是于家的妓女，而是受人敬仰的于药师。师妹简直是天才，也不知道白芷哪来的脸，还敢跟于梦娇解释。大家别取笑我了，我能成功也要感激白芷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她鼓励我，我才没有放弃。谢谢你，白芷。我想知道你制此药的理念是什么？是爱，是责任。哦，展开说说看。姐姐，你最清楚。我想研发出一种药治好二哥哥的腿，让他重拾信心，做回那个阳光的机长。二哥哥对麻醉剂过敏，我亲眼看见他痛到低吼晕厥。这些年我抱着对兄长的爱去研究，失败了无数次，终于成功了。师妹太伟大了，你二哥哥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拿二哥来刺激我，打亲情牌逃避制药理念的问题。偷来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懂理念？看到你们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接下来，请我们研修院的见证大使于桑婉小姐上台剪彩，之后新药正式发行。这个彩她是剪不了。姐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我是见证大使，就要清楚的知道每一种见证发行的药来历是否清楚。偷来的东西撑不起你的人设。回大厅后，我当众拆穿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是在暗示于梦娇的药是偷来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可是亲眼看到师妹有多努力。于小姐不是无的放矢的人，而且她看于梦娇的眼神充满着厌恶和笃定。难道……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记恨我抢了二哥哥对你的宠爱，但一码归一码，你不能在这种场合平白无故的冤枉我啊！有没有冤枉你？等大家看过这个视频就明白了。
天哪！他在偷拍笔记本，还调换了药材。那个笔记本是白纸的，研修院上下都知道。他把这本本子看得比性命还重要。那是白纸的实验室，是我亲手借给他的。于梦娇竟然真的做出了剽窃的勾当。他竟然换了我的药，原来是他暗中调换药材，他偷走我的心血，还想借此害人，彻底毁掉我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花高价请顶级黑客删除了监控，还毁掉了研修院的录像设备，他怎么会拿到修复后的视频？对不起。师妹哭得这么伤心，会不会是有什么苦衷？说不定是白纸让她帮忙拿东西呢。于梦娇，你这鬼鬼祟祟调换药材的行为，究竟是为了陷害他人，还是为了成全自己？这个他人的名字是要我替你说出，还是你自己主动坦白？师妹，你别光哭不说话呀！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要真是偷了白纸的成果，还害他差点出人命，那也太歹毒了吧！姐姐，前段时间你苦心学习视频剪辑，我以为那是你的兴趣爱好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为了做这个假视频来陷害我。难道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不顾一切代价来毁我名声，我无所谓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但这件事关系到我们于家的名声，你让世人以为我偷别人成果，以后爸爸和哥哥们的颜面往哪儿搁？我就说嘛，这么甜美的小师妹怎么会是那种歹毒的人？原来视频是合成的。堂堂于家大小姐，为了打击继妹，竟然捏造证据，这也太不择手段了。白纸也是犯了大错不知悔改，还跑来当于三婉的枪手，真是晦气。去找一个专业的剪辑师过来，看看那个监控录像到底有没有剪辑的痕迹。真是好一招倒打一耙，还拿于家的名声来道德绑架我，把我当成顾忌家族颜面的软柿子。只要你能当众说出你的制药理念，我便跪下向你认错。对了，别再拿二哥出来打感情牌搪塞大家了，我要听的是真枪实弹的医学理念。是药，那是白纸的药，我连里面那几味草药相克原理都没搞清楚，我怎么可能说得出来？小师妹，你就大胆说出来，我们都给你作证，让他们心服口服。对，真金不怕火炼，说出来狠狠打他们的脸。不听蠢话，我是真的不知道理念啊，到底该怎么糊弄过去？小师妹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还在拼尽全力护着于家的声誉，可你要是不自证清白，以后药发售了，别人造谣会毁了你的事业的。师姐，谢谢你，可我不希望我和姐姐闹得太僵，她只是对我有误会，时间长了她会理解我的。而且制药师是不能随便透露自己的药单和理念的，若是被别人学去就糟糕了。比起事业被影响，我更珍惜我的姐姐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学医，只要能治好二哥哥的腿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世俗的眼光，我不在乎。太伟大了，小师妹这格局，这心胸，简直是医学界塑料姐妹情了。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研修院的见证大使？我提议罢免于三婉，让于梦娇小师妹做见证大使，请副院长定夺。因祸得福，于三婉，你今天不仅没能扳倒我，还要把你大使的位置乖乖让给我。这件事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接下来该正主上场。不行，于梦娇，既然你满口谎言，不肯说出制药理念，那今天就由我来替你说。于梦娇，只是让你说出制药的理念而已，你不用一次又一次用二少爷的腿伤来搪塞大家。如果你真的想跟于小姐和好如初，光明正大的解开她的疑问，不是更好吗？反而一直装柔弱，让她成了众矢之的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对你姐姐的在乎？难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于师妹不愿意继续争吵也有错啦？明明就是你自己制药出了问题，差点害死副院长，现在还拉于大小姐下水，让她们姐妹决裂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只要我今天死保于梦娇，就能借机结识二少爷，等我嫁进于家当了二嫂，看你于三婉还怎么嚣张。是啊，这可是研修院，怎么能由着你们胡来？好戏终于要开始。既然于梦娇你说不出口，那么我来。顾院长，很抱歉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我不得不站出来。相信阅人无数的您能够判断出到底是谁在撒谎。白纸，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安静！我自小麻药过敏，小时候摔破了手臂，只能硬生生的生缝，那种撕裂的痛感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。所以，
我在8年前就开始研究麻醉药的改良，我翻阅了无数资料，与我祖母一同探讨，加上跟顾院长您学习的这3年，我才呕心沥血研究出了这一套药单。顾老手里这份，这是我发给木棉药师求证的药单，也就是之前请副院长试的那副药。我一直不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错，所以才斗胆发邮件请木棉药师指点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底牌。木棉药师是何等高高在上的神医，怎么可能会回复他这种无名小卒的求证邮件？我们制药这么多年，也不敢随便把药单发给木棉药师啊，生怕惹恼了人家。不过他敢发，那个监控视频会不会是真的呀？你们刚才还口口声声说相信师妹呢，发个药单能证明什么？也可能是想巴结木棉药师啊。而且，木棉药师有回信吗？根本没有。很显然，白纸的药单本身就是个垃圾，木棉药师根本不屑于回复罢了。师妹，别怕。这竟然真的是木棉药师的回信。顾院长，白纸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教你这样制药的？这种手法简直闻所未闻。是我祖母。敢问，你的祖母是哪位高人？邱和心。竟然是邱神医，那个专门医治儿童和老人，拥有一套独特制药手法的神坛圣手。老师，我曾听闻邱老前辈的制药手法十分特殊，会不会因为白纸用了他祖母的方式，反而破坏了药单上的药性，这才引起副院长呼吸困难？绝对不会，用邱神医的手法，只会将每一味药发挥到极致，除非是药材本身被人动了手脚。也就是说，还是白纸用药出了错啊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到底是不是用错了药？看看木棉药师的评价就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木棉药师一定会还于师妹一个公道。等真相大白，白纸和于大小姐必须给我们师妹下跪道歉。当然，只是到时候究竟是谁道歉，就说不定了。这是木棉药师给你的回信，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邮件吗？要。怎么？有什么事吗？你难道忘了，小白鼠吃了你的药也死了？一旦木棉药师的邮件证实了你的药有问题，你祖母百年的名声将毁于一旦啊！你千万不要执迷不悟。好妹妹，你这算是当众威胁吗？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他没被剽窃，现在正是证明你清白的大好机会，怎么反过来不要了？莫不是你心虚了？姐姐说笑了，我怎么会心虚呢？顾院长，直接打开邮件吧，我相信我祖母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木棉药师说药没问题，也就是说，真的是小师妹剽窃了白纸的药单，还偷偷换了药。那个监控录像居然是真的！白纸，恭喜你啊！你的药终于得到了木棉大神的肯定。上次你制的药，可能就是中间有一味药过期了而已。我用同样的方法制出了药效相同的药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我的是药丸，你的是药液，一起发行也不冲突嘛。之前因为姐姐拿假视频出来，我还以为你是来找茬的，真是误会一场呢。对，我就说嘛。不同药师做出医效相同的药很正常啊！若不是于三婉非要拿个假视频出来挑事儿，哪来这么多误会？简单，误会。如果不是于小姐提出质疑，不是木棉药师的回信，我现在已经被你们钉在耻辱柱上，永世不得翻身了。你先诬陷我说是于小姐，看到邮件后又拿我祖母的名声来威胁我，现在被揭穿了还把锅甩到于小姐头上，你见风使漏、颠倒黑白的本领真是让人恶心。是我们刚才都太盲目了，白纸那时候该有多无助啊！对不起，白纸。是我太笨了，我真的是被姐姐那个假视频误导了情绪，我只是太怕姐姐针对我了。顾老，既然有人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来，都让一下，别挡道。哎呦喂，这位先生，我真的有急事儿，您讲不讲道理啊？不行，我们大小姐的事最急。今天这监控你不看也得看。吴老先生，抱歉以这种方式请您来，是我下的订单，请您过来做鉴定的。原来是于小姐下的单啊！早说嘛，一场误会。把需要鉴定的监控录像放出来吧。如果视频被证实是真的，我苦心经营的一切就全毁了。
我以我的职业生涯担保，这一段监控录像没有任何剪辑的痕迹。天哪，是不仅偷了白芷的药方，故意换掉药材，差点害死副院长，还偷偷删了监控，太恶毒了吧！亏我们还把她当成清纯善良的小师妹，简直就是个毒妇。这段录像不仅没被剪辑过，而且是从被彻底删除的数据中硬生生复原出来的。需要我直接连接到你们的监控室，当众给你们演示一遍恢复过程吗？现在是不是该轮到你向我和白芷下跪道歉了？姐姐，我到底哪里让你如此厌恶，非要这样联合外人来置我于死地？这位老头是你花重金请过来的。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钱，让他帮你做伪证？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凭什么要道歉？放肆！你居然敢质疑我的专业水平！我武志远在南城混了几十年，从不作假。我没有质疑你，只是我姐姐到底是余家大小姐，她要用权势和金钱压着一个人撒谎，也不是没可能啊。于梦娇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吴老先生坐，息怒。这种脏事让我来。你想干什么？长得倒真像一个小不过乖巧的女孩子这么哑巴的，实在不太好看。我知道你想我。现在哭的真实多了。你居然敢打女人，简直就是个无赖！你不是一朵白莲花吗？怎么也算女人？我的无赖不及你狠毒的1/1000。老师，您看看他们，不仅勾结外人污蔑我，还纵容保镖当众殴打我，难道连你也不信我的人品吗？我就是因为太清楚你是什么人，才会让这场闹剧延续到现在。于梦娇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把古先生请来了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要公平，我现在就给你绝对的公平。这段录像没问题，没有任何剪辑痕迹。于梦娇，我们这么相信你，你居然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你差点毁了一个真正的制药天才，你良心呢？顾老，既然真相大白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于小姐，告辞。是我这个院长失职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向你道歉。院长言重了，若非您愿意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也无法自证清白。白芷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怪你了，是我们瞎了眼。于大小姐，以前多有得罪，想不到您为了正义能挺身而出，真是女中豪杰。过奖了，于梦娇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如果我被开除，我在余家就彻底失去价值了。二哥若是知道，一定会把我赶出去，绝对不行。确实剽窃了白芷的成果，可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啊！我只想成功成为关门大姐。我本来打算等治好我二哥，就把这件事昭告天下。求求你们看在我初衷是为了救人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治好你哥，等你哥好了，白芷早就被毁了。昭告天下有什么用？为了救哥哥，这份心确实感人，但你的行为玷污了这份心，只会让人觉得恶心透顶。我不可能原谅你。无关人员立刻离开书楼，在我发通告前，严禁私下议论。娇娇，我理解你，放心，以后我会帮你治好你二哥。许俏，这时候还赶着送人头，看来又是一个想攀高枝的吸血虫。我一开始是怎么教你的？切忌浮躁，脚踏实地。你是我最看好的学生，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下作之事，断送自己的前程？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按照研修院院规，即刻取消于梦娇的制药师资格证，开除出院。你再也不是我顾中药的学生。老师，二哥，他回来了。二哥，你终于来了！他们欺负我，对不起，二哥，是我太急功近利了。白小姐，我妹妹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很抱歉给你带来困扰。无论你做出什么惩罚，余家都接受。我要说的话刚才已经说了，一切全听顾老安排。于先生，研修院有院规，我已经决定开除于梦娇。如果你想帮他求情，就不必开口了。二哥一向最疼我，他一定有办法保住我的资格证。只要二哥出面，顾老多少会给余家面子。他做出这等有辱余家门风的事，理应受罚。我没有理由干预，也完全赞同顾老的做法。二哥，这样的话，我再也不能学医了，再也治不好你的腿了。子不教，兄之过，我自会带他回去严加管教。只是
余家百年唯有此等处事。我2个妹妹还未出阁，我不想因此事影响他们将来的婚嫁。希望顾老看在他初衷是为了治我的腿，不要对外宣扬此事。于某定会感激不尽。二哥，他没有为于梦瑶求情，他是在为我的名声打算。罢了，我也不想影响院内其他学生的未来。好，就依于先生所言，此事不会对外声张。多谢顾老。白纸，跟我去档案室签个字，我顺便帮你发澄清公告。于梦娇，你在这里等着签退学书。是。二哥，你的腿最近……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知道。那你又知道你错在哪？我没错。没错，你认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，你明明可以私下和顾老说明还白小姐一个清白，但你偏偏用了最极端、最不顾于家颜面的方法。你不仅断送了你妹妹的前程，还会害你自己名声受损。你出身豪门，难道不知道在这个圈子里“人言可畏”这4个字怎么写吗？名声、颜面，所以在你眼里，我揭穿一条毒蛇伪善的真面目，反而是我的错。二哥，你真的变了。二哥，平时你宁可替我死，也不舍得我说我一句重话。如今你却为了一个吸血的绿茶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冷血。娇娇来之前，你是家里唯一的女儿，我们从小把你捧在手心，才养成了你骄纵跋扈的性格，这中间也有我的责任。但你现在长大了，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任性妄为，行事怎么能丝毫不顾及于家的死活？姐姐，二哥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就低个头认个错吧，别气二哥了。大小姐，你那偷鸡摸狗的继妹行事，又顾及到于家的颜面了？这人就是父亲给婉婉姑的保镖，他身上这股杀伐决断的气质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保镖该有的。江先生，这是我于家的家事，你的职责仅仅是保护婉婉，未知全貌，还是不要越界插手的好。于先生既然知道我的职责是保护大小姐，既然是保护，我当然不能让任何阿猫阿狗欺负你，就算你是他的亲哥哥，也不能伤他分毫。三爷这个重度洁癖患者居然主动牵女人的手了，这绝对是霸总和小娇妻的现实版啊！给我锁死，钥匙我吞了。二哥，你千万别生姐姐的气，这件事的确是我有错在先，姐姐只是太在乎于家的名声了。姐姐从小就心地善良，她一定是因为怕我酿成大错才当众阻止我，她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，她不会弃于家任何人于不顾的。心地善良，不会弃家人于不顾。如果她真的那么善良，3年前又怎么会对我见死不救？已经过去3年了，你还在帮她说话。对不起，二哥，我又提起了你的伤心事。姐姐当年出事后就一直在国外忙于学业，才没时间联系你。忙于学业，可她每个星期都有空给大哥打电话，唯独对我这个断了腿的废人理直气壮。3年前，我以为他只是被那场惨烈的事故吓坏了，不敢面对我。可当我在 ICU 里昏迷了整整半个月，挣扎着醒来时，满屋子都是喜极而哭的亲人，却唯独没有他的影子。报告机长，螺旋桨卡入异常坚硬的异物，失去平衡，战机正在急速下坠，快跳伞！很遗憾，于先生，您的右腿粉碎性骨折，神经彻底死亡，感染严重。为了保住您的命，我们只能选择截肢。我是个把天空当成生命的飞行员啊！截了肢，我成了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废人。可为什么他害我变成残废后，连一句道歉都不肯给我，直接飞去了国外？那颗导致空难的钻石耳环，明明是大哥送给婉婉的生日礼物。他经常去我的俱乐部，不小心掉进飞机里，我不怪他。他让我彻底寒心，不是那颗该死的耳环害我成了废人，而是他这3年来对我像对垃圾一样避之不及、漠不关心的冷血态度。二哥，你别难过了，你这样娇娇看着心好痛。这一次确实是我太急功近利，太想用自己的能力根治你的腿了。你放心，娇娇发誓绝不会有下次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当年如果不是你衣不解带的照顾我，亲自熬制药膏天天给我敷腿，我这条残废的腿恐怕连最后一点站立的知觉都要烂掉了。真是可笑，
那神奇的药光根本就是于桑婉在国外到处求医问药给你寄回来的。要不是我聪明，天天守在门口截胡了他的包裹，顶替了他的功劳，再顺手切断了你们所有的联系。二哥，你现在怎么会把属于于桑婉的宠爱全都转移到我这个妓女身上？可惜我医术还是不够精湛，还不能让你彻底痊愈。二哥哥，娇娇做梦都想让你重新站起来，再带娇娇去天上飞一次。有你这句话，二哥就知足了。二哥哥，婉婉小时候叫我时，那清脆的声音，那双如阳光明媚的眼睛，如果那场空惨没有发生，该多好。二哥，该吃药了，你放心，你的腿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治好的。治不好也没有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这样，你也尽力了，今后不用为这件事焦虑。可是，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再做出违背良心的事，任何时候要顾及余家的颜面，不要再有下次了。我会时时刻刻记得你的教诲，不会再犯错了。我也……另外，不要叫我二哥哥，那是婉婉曾经的专属称呼，那是我最珍贵的回忆，任何人都不能染指。我以为……听懂了吗？我知道了，二哥。二哥，为什么你现在对我那么冷漠？明明前世你是那么疼我。在国外的3年，我呕心沥血才研究出能保住二哥腿的药膏，我一定会治好他。至于于梦娇，你现在所珍视的家人宠爱、光明未来，我全都会一点点撕碎。亲爱的，我会让你1000倍、100倍的还回来。大小姐，好玉的手，他站在这夜色里，简直就像个暗夜里高贵的吸血鬼。每次看到他，我总会不可控制的想到前世那些被他禁锢的疯狂夜晚。要喝一杯吗？职责所在，不能饮。就一杯，放心，现在是晚上，也算下班时间，不会影响你保护我。不喝。是我让你喝的，我又不会怪你，更不会扣你工钱。而且我什么时候扣过你的钱？前世为了逼他辞职，我可是变着花样扣他工资，有个礼拜扣的他只剩4、5千，还逼他请我吃1万多的饭，他居然都没走。大小姐是打算这个月不给我发工资，房贷就快逾期了。啊？你还有房贷啊？大小姐是觉得我买不起房子？当然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你尝尝，就一口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红酒，我就是想跟你分享一下，真不是为了找借口扣你工钱。大小姐不会后悔。喝口酒而已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好，就一口。啊，等等，上面有我的。我怎么了？口红，你怎么还喝？不是你让我喝的。这是红酒一口倒。江玉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天哪，他这副模样，该不会是真的喝醉了吧？谁能想到，平时又狂又傲、疯批乖戾的江玉白，沾酒就倒，居然还有点可爱。小白白，你也太不胜酒力了，跟我讲讲，喝醉了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是不是头重脚轻，飘飘欲仙？大小姐，飘飘欲仙不是这么用的。这个眼神，这个声音，他每次爆发前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个，我突然不想知道了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江玉白，你……嘘，大小姐，不是想知道飘飘欲仙的感觉吗？我的乖乖，怎么又想跑呢？我真是疯了！为什么惹了一个处于醉酒失控状态的疯批？他现在的样子太可怕了，我后悔了，真的后悔了。
江玉白，我不想知道了，真的不想了。原来我这只最乖巧的人偶娃娃的脸颊这么软，这么娇，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雕刻出这么逼真完美的人偶娃娃呢？江玉白，你清醒一点！他在哭。我的人偶娃娃怎么能开口说话呢？你叫我什么？他居然真的敢吻我！小心！江玉白，你怎么样了？居然秒睡！江玉白，你放开我！你是不是装睡？算了，随他去吧。前世我被他救走后，每晚都是这样，闻着他的气息才能勉强入睡。玉白哥哥，玉白哥哥，他为什么会在梦里这样叫我？这种极度依赖的安全感，绝不可能是装出来的。难道曾几何时，他也这样蜷缩在我怀中？可我为什么没有记忆？昨天晚上居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，他居然能维持这一个姿势睡到天亮，动都不动一下。这家伙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喂，爸爸。我都听说了，多亏了你当场拆穿，否则真要是让他拿了药师资格，以后再被爆出剽窃和换药的丑闻，我余家的颜面都要被他败光了。可是，我怕我做的太绝了，让妹妹的同窗们都知道她偷药方，还差点害死人。她以后想再学医就很难了。我还怕您责怪我不顾念姐妹之情呢。我怎么可能怪你？你这次做的非常对，余家的儿女任何时候都必须有家族使命感。他确实是道德败坏，手段卑劣，到底不是亲生的。成了，这句话一旦说出口，云梦洁那张伪善的皮囊在爸爸心里，就算是彻底烂透，这根刺将永远扎在他的心里。婉婉，听说昨天你二哥也去了，他没说什么过分的话让你受委屈吧？没有。婉婉，你二哥的腿毕竟是腿有伤，脾气变得古怪，若是说了不好听的话，就当做没听见。爸，二哥的腿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？没什么，总之你们是亲兄妹，早晚会化解的。爸爸一定有事瞒着我。二哥当年出事，绝不仅仅是我看到的那样。等我回家，必须当面问清楚。婉婉，给你买了榴莲冰糕，冻在我家的冰箱里。吃药不能空腹，路过小摊看到红薯，想起你爱吃，就买来了。我一直用体温护着，趁热吃。前世的我就是博思我被细节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以为他高冷内敛的外表下藏着深情。如今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满眼是你的于三婉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近。不知道是提醒了我，宋书焕欠我的那120万零200，是不是该连本带利吐出来了？当债主的滋味确实爽心。娇娇被关了一整晚，连饭都没吃一口，这可怎么办？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娇娇被关了这么久，自责的不行。怎么，就关了一个晚上你就行？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连教育一下都不行了是吗？怎么可能？老公，娇娇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她一直把你当亲生父亲看待，你教育她当然是应该的。甚好，去把于梦娇给我带到书房来。雨婷这次是真的动了杀心。梦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娇娇，你爸爸这次是真的气疯了，听妈的话，一会儿进了书房直接跪下，不管他骂你什么，绝对不要顶嘴反驳，听到没有？
爸爸，对不起，我做了这等让余家失去颜面的事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求您原谅我。死！你在这个时候怎么没想过你差点把吃药的副院长给害死？爸爸，我换的药绝对没有毒，是不死人的。我只是想逼走白芷，成为顾老师的弟子，治好二哥的腿伤罢了。真不是你早晚，我早就是顾老的弟子，余家的继承人只能是我。所以你还觉得你手下留情了？没有，我只是不想让您觉得我有胆子杀人，我只是心疼二哥整日抑郁寡欢，我想救二哥。爸爸，混账东西！你少拿晋州来当你的挡箭牌！我不是晋州，他因为你照顾过他，所以对你仁慈，被你蒙蔽。但在我看来，你打着救你哥哥的幌子去陷害别人，就是大逆不道，就是极其卑劣的道德邪驾。凭什么？余家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保住了二哥的腿没有截肢，难道我付出了这么多，就因为我没有余家的血缘，就什么都不是吗？这些年，你细心照顾晋州，我本以为你有能力、有底线，将来能把余家的医药集团交给你去打理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连人命都不当回事。你没必要再去医药集团学习管理了。爸，你说什么？医药集团的资格，那可是足够我过几辈子荣华富贵的滔天财富啊！就这么没了？爸，您真的要这么对我吗？我可是您的女儿啊！滚下去，回房间好好反思。没有什么特殊事情，不准再踏出房门半步。知道了，爸爸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老公，我给你泡了一杯茶。进来。孩子们犯错是该严加管教，也是我这个当妈的没看好他，从小给的太多，才让他不知天高地厚。娇娇从小乖巧，从没做过这种道德败坏的事。我不严厉，她这辈子就不知道错在哪。我明白你的用心，娇娇刚才哭着回去反省了，她肯定知错了。我们做父母的再给她一次机会吧。那就看她自己的造化。如果她知错能改，给她的东西自然不会少。反之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老公别气了。对了，晋州昨天就回来了，婉婉没回家吗？没有，你先出去吧。晋州的腿就是个结啊！晋州，你私人战机失事的原因查清楚了，是螺旋桨里卡了婉婉的耳环，婉婉她联系不上啊！我不怪婉婉，我只想她来看看我妹妹。晋州不怪那场意外，他怪的是婉婉这3年来的不辞而别，怪她的漠不关心。偏偏在晋州最痛苦绝望的时候，是于梦铁顶替了婉婉的位置，守在她床前。血脉相连的亲兄妹，绝不能一直这么冷战下去，必须把误会解开。喂，爸。婉婉啊，吃早饭了吗？昨晚吃饭的时候，你二哥还念叨着你呢。爸，您昨晚都没回家，怎么就知道二哥念叨我了？别拐弯抹角了。我也是听管家说的。我知道了，今晚我会回家的。好，今晚让你高姨做你最爱吃的菜。好，不过爸，在二哥面前别再提二哥哥这个称呼了，他现在不喜欢这个称呼，早就成了别人的专属，他绝不会愿意听我这么叫他的。行，爸爸知道了。他昨晚把我死死按在护栏上强吻，还说我是他的人偶娃娃。他现在这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难道真的全忘了？大小姐，小心！大小姐今天怎么了？好像连直视我的眼睛都不敢。江玉白，你是不是得了健忘症？不如大小姐展开来说说，是不是我昨晚喝醉后做了什么出格的事？没有，你昨晚喝了1口就倒了，是我把你扶回客房的，什么都没发生。这样啊，不过大小姐怎么会蜷缩在我的怀里，哭着叫我玉白哥哥？
我刚才真的叫他玉白哥哥了吗？只要一靠近他，前世那些被他用锁链锁在身边的记忆就越来越清晰，那种战栗感根本挥之不去。大小姐，不解释一下吗？不去收债了。昨晚拍的，看完要淡定。博斯，你这斯文败类的面具，这张照片足够撕下你的第一层皮了。清许哥，你别生气了，不怪于小姐，是我没解释清楚，才让她误会了。宋小姐，你说我误会你什么了？于小姐，你来啦。我是说，博斯误会你和我的关系了。说起来，于小姐刚回国，今天一过来，清许哥也在，你们也算是有些缘分呢。3年不见，这花瓶倒是长得越发倾城冷艳了。今天穿得这么漂亮，追到医院来，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跟我谈缘分，他算哪根葱？装什么清高？等我把你弄到手，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。你一个保镖，看着我做什么？主人的事你也敢管？江先生，你不要冲动！江先生，有话好好说。江先生，我是哪里惹怒了你？你可以说出来。想知道为什么？这样吧，你选个偏僻的位置，我告诉你，如何？我不想知道了，不想知道了。别耽误我大小姐的所求，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。清许哥，他不会开玩笑的。手，大手！你看他的眼神太张狂了，我不喜欢。一点小伤，我包扎一下就好。小心台阶啊！洁癖症又犯了，真是个另类。你去洗一下吧。好，我在车上等你。120万欠条，我短期内凑不齐，博素不会再为我兜底。于当晚，你非要赶尽杀绝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不过你可以换个还债方式，把你和博斯联手，早年配合于梦交暗地挪用于氏小额项目资金的证据交出来，标出来，欠条一笔勾销。证据我确实有，但不在我手上。想要东西，今晚0点，城郊废弃旧仓库单独见面，只准你一人来，或是放弃特征，全在你。错过今晚，所有线索永远消失。宋小姐的记性好像很差，我今天是来找你要赊账的，120万零200元，是不是该还了？我记得。行，打款吧。可是，能还2天吗？不能的。婉婉姐姐，我也不想给四哥添麻烦，如果他知道了，非要帮我还，我怕又影响你们2人的感情。英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温度的不再是前世那般冰冷，我的英子还活着。一会儿再跟你细说。梦一，好久不……阮梦一，你为什么打我？还知道痛？知道痛就应该明白，人活着要有尊严。你敢理直气壮的抢婉婉的男朋友，我打你难道不是天经地义？我没有，不信你问于小姐。婉婉是于家大小姐，名门贵族的千金，就你也配质问她？我知道你的身份摆在这里，多少双眼睛盯着你，等着看你犯错。你稍发一点脾气，外界就会说你擅妒骄纵跋扈。教训这种小三就交给我，我一个平民小老百姓，不怕人说。阮梦一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你说谁是小三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当年是四哥追的我。我听你这意思，我家婉婉才是后来的那一个。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你和博四在一起的时候，婉婉没参与。如今婉婉和博四在一起，是你横插一脚。你不是小三，谁是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你在这装什么高贵？博四如果真的还爱着你，为什么不立刻跟你结婚？不过是利用曾经的一点美好，还真以为自己比得过婉婉。你还要记清楚，就算婉婉最后没和博四在一起，那也是婉婉看不上他。你不过是捡别人吃剩下的，在这市场交个什么劲儿？我会还钱的，我不是不还。行了，博素不在这里，装可怜没用。既然要还钱，现就转账。我的耐心有限，卡里只有1万了，请你宽限几天。
剩下的钱我一定会打给你。好，那我就等着。于桑婉、阮梦依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时机一到，今天受的屈辱，我要让你们千倍百倍的还回来！我要让你们这两个贱女人不得好死！怎么了？四哥，婉婉，你是不是有其他办法让他还钱了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不用担心，我就只有前段时间孕吐的厉害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今天刚好孕12周，顺便来做个产检。12周，从时间上算，因子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，还有6个月。前世他就是死在生二胎的手术台上，我绝不能让悲剧重演。于小姐，突然联系你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怎么了？我今天新投资了一个项目，手里还缺点钱，本不想找你张这个口，只是我老婆不知道从哪晓得了，也为这事焦虑。于成，当初英子嫁给你，在我和她妈妈面前百般承诺会对她好，现在连产检都抽不出时间陪她，万一她在路上摔着磕着了怎么办？你就是这么对她好的？你在做什么生意？说起来，这生意跟你妹妹于梦娇有关。于梦娇，这钱我暂时不能借给你。我听说于梦娇的药暂时停滞了。于小姐，行了，先这样。我和英子在一品咖啡，你生意既然黄了，应该没什么事了吧？晚点过来接她。阮梦英这个娘们儿，做完产检不回家带孩子，跑去喝什么咖啡？最要命的是，她居然和于桑婉在一起。要是于桑婉把之前借我那1000万的事抖出来，成哥，对不起嘛，我不小心把你送我的那个包刮花了，好可惜呀。一个包而已，宝贝别难过，一会儿成哥带你去专柜重新买个最新的。前世英子就是死在今天，我给她调理了整整6个月的身体，一定不能有事。于小姐，英子怎么样了？我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。接到电话，于成，英子进产房3个小时了，你电话一直关机，怎么在哪个酒店的床上起不来吗？恭喜母子平安，产妇身体底子调理的极好，生产非常顺利。老婆，辛苦你了。于成，我们离婚。老婆，你刚生完孩子，别开玩笑了。他没跟你开玩笑，看看这些。你们调查我！于成，你真以为我怀着孕就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用婉婉借给你的1000万去养小三，还企图转移婚内财产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离婚可以，财产1人1半，孩子归你。但于桑婉那1000万是算在我们夫妻共同债务里的。于先生，恐怕你搞错了一件事，那1000万是以你个人名义签的借款合同，并且涉嫌合同欺骗。律师，告诉他后果。于先生，根据您挪用公款和诈骗的金额，您将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并且您必须净身出户。这个季度的销售额超额完成200%。婉婉，我没让你失望吧？干得漂亮，阮总。今晚的庆功宴，你可是主角。于小姐，我的保镖合同今天到期了。哦，那江总打算怎么续约？我想用江氏集团所有的股份，加上我的一生，换一个终身伴侣的职位。不知道于总愿不愿意签收？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准了。